這個男孩輕輕撫摸着小黃鴨，非常喜歡，但他卻沒有錢買，只能偷偷在旁邊看着。突然，他看到一個未破壳的蛋，老板認為這個是壞蛋，於是無情地扔進了垃圾桶。收攤時，男孩走到垃圾桶旁，耐心翻找，很快便找到了那個蛋。男孩小心翼翼地放入口袋，給蛋保溫。回家時，他一直握着鴨蛋，還時不時向口袋看一眼。到家後，男孩立馬腾出一個籃子，鋪上厚厚的紙巾，給鴨蛋做了個臨時的小窩。接着，他把蛋掏出，用台燈照着，保持溫度，還噴上水，保持濕度。男孩仔細地觀察着鴨蛋的每一寸，期待着這個小生命破殼而出。但幾個小時過去了，鴨蛋完全沒有動靜。莫非這真的是個壞蛋？但男孩依然耐心地等待着。2天過去了，鴨蛋依舊沒有任何異動。男孩要出門露營，他最後看了眼鴨蛋，決定留着台燈，不到最後一刻堅決不放棄。就在男孩轉身時，鴨蛋突然顫動了一下。又過了2天，蛋殼破裂，終於出現一條小縫。小鴨嘴巴衝破蛋殼，呼吸第一口空氣。但沒有鴨媽媽的幫助，它衝破蛋殼最少需要24小時，只能不斷舔舐着殘餘的蛋液補充体力。最終，它憑借自己的力量衝破了蛋殼。但他已經耗費了太多體力，必須馬上休息恢復能量。於是他躺在小窩裡靜靜地睡着了。幾個小時後，小黃鴨醒來，身上的毛髮也乾了，變得十分可愛。這時他必須嘗試着走路，但因為腳骨太軟，他不停地摔倒。終於，他邁着5迷3道的步伐，開始探索這個充滿危險的世界。然而，還沒走幾步，小黃鴨就從1米多高的桌上摔了下去。幸好是軟着陸，他有些害怕，但直覺告訴他，只有找到鴨媽媽，自己才安全。不出意外的話，肯定要出意外了。小黃鴨摸進床底下，看着這些尘封已久的玩具，心裡有些害怕，只能加快腳步。突然，小黃鴨踩到一個綠色玩具，玩具直接彈起，砸中恐龍，發出詭異的聲音，嚇得小黃鴨呱呱大叫，叫聲又觸發機關，蜘蛛甩開腿向小鴨衝來。小黃鴨感覺大事不妙，只能拼命狂奔，好不容易躲過蜘蛛，一張紅色大嘴又追了過來。小黃鴨着急跑出床底，這時看見了一件綠油油的毛衣，小黄鴨毫不猶豫地鑽進裡面躲避。還挺舒服。小鴨順勢躺下，打算好好休息一會兒。可剛睡沒一會兒，意外又發生了。主人拎起毛衣放進洗衣籃，小黃鴨發現大事不妙，拼命掙扎，好不容易探出腦袋，又被另一件臭衣服蓋了回去。就這樣，主人抱着洗衣籃來到洗衣機旁，將一件件衣服扔進了洗衣機。